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唐三昊天锤的最后一个魂环是100万年的海魂兽深海魔鲸王。深海魔鲸王是斗罗一中唯一一个突破了10万年魂兽极限，并且还是差一点点就要化神的魂兽。唐三利用唐门暗器百解中排名第2的菩提血，彻底了结了深海魔鲸王。随后将八蛛矛插在深海魔鲸王的身体上，利用八蛛矛的吞噬能力，快速的恢复自己消耗的魂力。深海魔鲸王100万年的修为实在太过庞大，唐三只用了大约10分钟就重新回到了巅峰状态。随后他将自己的小伙伴们招呼到身边来，利用八蛛矛的吞噬金丝当作桥梁，让其他几个小伙伴和小白一起吸收深海魔鲸王庞大的能量。史莱克6怪中，除了小五的身体承受能力十分强，能够承受更多的能量，其他几人最多吸收了20几分钟就已经到了极限。唐三将吞噬金丝搭在了小白的族人身上，让那些万年魔魂大白鲨也能够进补一下，增进修为。唐三的行为让魔魂大白鲨之王小白十分感激，为了表达他的感谢，小白将原本想要自己独吞的深海魔鲸王的大宝贝告诉了唐三。唐三并没有细问，因为他为了最大程度的吞噬深海魔鲸王的能量，已经耗费了不少时间。现在的他需要尽快的吸收这个100万年魂环。唐三坐在小白的身上，召唤出自己的昊天锤。此时的昊天锤因为炸环失去了8个魂环，但昊天锤锤身上鲜红色的杀神领域烙印却特别明显。唐三感觉到了先前与深海魔鲸王决胜一击时那股强大的能量气息，这股杀神领域变异后的气息让他身下的小白也忍不住颤抖。被海神之心照耀的昊天锤散发着蓝光，随后唐三才朝深海魔鲸王的身体挥动了自己的昊天锤，但昊天锤却突然不被唐三控制，散发出强烈的红光，将海神之光瞬间驱散。随后强烈的紫光出现在深海魔鲸王的身体上方，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紫色漩涡，朝着唐三手中的昊天锤飞了过来。虽然吸收魂环出现了异变，但唐三绝对不会放弃这个好不容易才得到的100万年魂环。他左手飞快地取出一根水晶毛虫肠，同时吞下一根坚挺金苍蝇之后，就离开了小白的身体，飞身而起，直奔空中深紫色的漩涡迎了上去。紫色漩涡被昊天锤上的红光震慑，乖乖地加入到了昊天锤之中。瞬间，唐三的身体凝固在半空之中，一股强大的力量撞入了他的经脉。这一刻的唐三无法做出任何抗衡的反应，他的精神世界被轰炸，脑海中一片空白，整个人连带着昊天锤都变成了紫色，朝着海中倒了下去，消失不见。潜入深海的唐三发现魂环的吸收完全脱离了他的控制，原本铭刻在他昊天锤锤头一面的杀神领域，在紫色能量的刺激下疯狂生长，蔓延在昊天锤的每一处，并且在占据表面后又不断的向昊天锤内部深入。在这个过程中，唐三无法移动，不过好在他是面朝下，双手抓着2件武器下潜的。昊天锤被紫光包裹，他看不见，但左手的变化他还是看得见的。他的左手从紫色变成了红色，整条手臂充满了杀戮气息的含义。慢慢的，这股红光蔓延到唐三体内的每一处，只有他额头上海神三叉戟周围3寸没有被侵袭，但三叉戟的烙印在红光之下也是微微的颤抖着。随后红光朝着唐三的6块魂骨集中过去，庞大的能量差点让他的魂骨集体爆裂。海面上深海魔鲸王的尸体突然炸开，一块紫色的骨头腾空而起，这块骨头正是深海魔鲸王为唐三带来的躯干魂骨。紫色魂骨破开海水，直奔海底的唐三。此时的唐三额头上海神三叉戟的烙印发出的金光和变异的杀神领域散发的红光发起了冲突，这2种光芒疯狂地吸收着深海魔鲸王魂环的能量，增强自身。原本还算是个难啃的魂环，在他们的争夺之中慢慢的消失着。金红2色光芒的战场就是唐三身上的魂骨。就在唐三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崩溃的时候，紫色的躯干魂骨从天而降，直接融入到了他的身体之中。魂骨的融入将2色光芒压制了一下下，让唐三有了缓口气的机会。短暂掌握身体控制权的他，用海神三叉戟与昊天锤朝着对方碰撞，碰撞之下红金光芒的能量同时爆发，再次将深海魔鲸王的能量压制。唐三体内原本的淡金色瞬间就完全变成了金色，而且那金色快速蔓延到他的经脉、肌肉、血液、骨骼之中。随着躯干魂骨的加入，唐三的痛苦也减少了不少。但海神三叉戟强烈的神圣气息与昊天锤恐怖的杀戮气息再次争夺起他体内7块魂骨的控制权。在他们的争夺过程中，唐三的体内变成了纯粹的金色，这代表着他的身体已经基本达到了神的程度。最终红色光芒还是抢不过唐三额头上海神三叉戟的烙印，慢慢的红色光芒被金色光芒逼回了唐三的左臂之中，红光就这样固守在唐三的左臂，就连海神能量也拿他没有办法。而深海魔鲸王的魂环能量也在他们争夺的过程中完全被唐三吸收了。昊天锤上新多出来了一个通体赤金色的魂环，至此唐三的第8考全部完成。但因为海神之心的
的破碎，导致他的海神总亲和度只有 99%。唐三意识到海神之心的破碎可能还会导致自己传承海神时出现变数，但这都是之后的事情了。吸收完深海魔晶王的魂环，再加上红金光芒对唐三的潜移默化，让他的魂力直接突破到了99级。吸收完魂环的唐三回到海面上之后，已经过去了7天。小白将保存完好的深海魔晶王的头部给唐三，并告诉他10万年以上的海魂兽脑部都会进化成为一种特殊的药材，这种药材蕴含庞大的能量，对于任何生物来说都是大补。当初邪魔虎鲸王的金脑就被小白偷偷吃了，深海魔晶王的金脑是纯正的金色膏状，看起来就像融化了的黄金。金脑正中间的位置有一颗拳头大小、通体紫金色的珠子。身为海魂兽的小白也不知道这颗珠子是什么，但他敢肯定这绝对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宝物。唐三将金脑和金珠分别收进如意百宝囊和24条明月叶中，最后一行人赶往海神岛。回到海神岛的唐三准备开始继承海神之位的时候，波塞西看到海神三叉戟中破碎的海神之心，告诉唐三海神神位的传承最主要的就是在海神之心。原本唐三的海神亲和度十分高，继承海神神位的过程会非常顺利，但现在海神之心破碎了，失去了海神三叉戟的辅助，在传承海神神位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波塞西作为新一代海神的引路人，用他的生命化成的能量作为沟通的桥梁，帮助唐三完成海神神位的传承。唐三进入了波塞西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海神传承之门，他来到了一个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海底深处，但因为海神之心的破碎，唐三无法进入海底世界的海神殿。海神之心是海神的信物，也是通过海神殿防护罩的关键。不过身为主角，唐三非常机智的就想到了证明自己海神继承人的方法，他利用海神之光破开了防护罩，成功的进入了海神殿。在这里，唐三见到了海神波塞冬。海神告诉唐三，他从深海魔晶王那里得到的金珠在进行传承的时候会用上，还告诉唐三这样可以给他省很多麻烦。聪明的唐三从海神遮遮掩掩的话中一下子就猜到了金珠可能是恢复海神三叉戟的关键。唐三正式开始接受海神传承，考核总共有8个，因为8中王的存在，所以唐三的魂骨有7块。魂骨这一块的考核也由原本对应魂师的6块魂骨的6玉变成了7禽。7禽按照顺序依次是八蛛毛、天青牛蟒右臂魂骨、蓝银皇右腿骨、邪魔虎鲸左腿骨、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深海魔晶王的躯干魂骨、泰坦巨猿的左臂骨。在考核进行到深海魔晶王的躯干骨时，因为躯干魂骨的剥离剧烈的挤压拉扯，让唐三七窍流血，身体的剧痛让他觉得自己的大脑就像是要炸开一样。当躯干魂骨完全从唐三身体剥离，落在第6个圆形平台上的时候，在躯干魂骨后方的深海魔晶虚影突然变得真实起来，直接跳进了平台周围金色的海洋之中。进入金色海洋的深海魔晶王变成了与唐三对战时的人形。唐三很惊讶，深海魔晶王竟然没死。魔晶王告诉唐三自己的确死了，但他100万年积蓄的灵魂之力就算被收入魂骨之中也不会被灭，他一直没能完成的最后一步，现在唐三给了他机会。但经历过前面5个魂骨的幻象，唐三只以为这是深海魔晶王配合海神神力对他的考验，唐三非常肯定这是假的。随后金色海洋中出现一柄巨大的金色三叉戟，杀死了深海魔晶王。一个威严的声音在这个世界响起，妄图破坏传承，杀无赦，灵魂剥夺。直到这一刻，唐三才意识到先前并不是幻境，深海魔晶王是真的将灵魂隐藏在魂骨之中，寻找机会。了解真相的唐三十分后怕，好在这一关也过去了。7禽都完成后，就剩下最后一关，重新唤醒海神三叉戟的神威。唐三将金珠按在了海神三叉戟中间的空洞，随后将存放在24条明月叶的金脑全部倒出，抓起一块金脑，将被挤得有些变形的金珠粘合，然后将海神三叉戟插在剩余的金脑之上。唐三将海神之光不断的释放，强烈的蓝光照耀着海神三叉戟，他的心中也在不断的呼唤这个与自己并肩作战的伙伴。随着越来越强烈的海神之光的影响，深海魔晶王的金脑也渐渐的变成了蓝色，融入到海神三叉戟之中，金珠也在金脑的融合下镶嵌在了孔洞之上，开始缓缓的吸收来自唐三的海神神光。这个过程很漫长，慢慢的唐三的精神力接近枯竭，甚至是透支，但他一直坚持着，没有停下海神之光的输出。这在他额头上海神三叉戟烙印越来越暗淡的时候，原本围绕着唐三脚下圆台的其他7个小平台全部来到了唐三和他面前的第8个圆台外，代表7禽的7个圆台围绕着他的身体旋转起来，每个圆台都散发出强烈的金光。八蛛毛飞出承托着他的圆台，飞舞着从天而降，落在了唐三的背后。八蛛毛的加入让唐三的精神力重新奋起，庞大的能量也不断的涌入到他的体内。随着唐三海神之光重新变强，在
它照耀下的金珠也开始变得透明，至少有1/3的金脑能量被海神三叉戟吸入。在唐三坚定的意志力影响下，他的魂骨依次回到了他的身体，每多一部分铠甲与身体契合，唐三的力量和海神之光都会呈几何倍数的增强。这些铠甲成了唐三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将海神力量充分释放出来最重要的神器。当唐三的头部魂骨落在他的头上的时候，他的头部魂骨已经变成了一个缩小版的三叉戟蓝金头箍，头箍上的中央位置是一个小型三叉戟的镂空痕迹，这个纹路正好对上了唐三额头上海神三叉戟的烙印。顿时一直被海神之光照耀的海神三叉戟出现了变化，以金珠为主体重新凝聚而成的海神之心，终于在海神之光的照耀下变成了璀璨的菱形宝石。而唐三头部三叉戟的烙印契合的同时，也化为了一块小型的菱形宝石。唐三终于成为了海神，海神三叉戟也烙印上了唐三的灵魂，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到这里为止，这期视频也结束了。多多感觉后面好像有点走偏了，内容全都是唐三第9考的考核。多多看到评论区有小伙伴留言想看海神9考的第9考，其实之前盘点海神9考里面我有写第9考，不过讲的就不是很清楚，没有细节。如果小伙伴们不嫌弃会和有些视频的内容有部分重叠的话，多多就把第9考详细的解说一下。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多多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